今天我们聊一下 DeepSeek V4 Flash 0731。7月31日 ，DeepSeek 发布了 V4 Flash 0731，它在 Artificial Analysis 的 Intelligence Index 中得到50分，比4月份的版本提高了10分，比当时的 V4 Pro 高6分。Kimi K3 得到57分 ，Cloud Opus 5、GPT 5.6模型分数更高，但 V4 Flash 已经进入 Artificial Analysis 所说的成本与能力前沿，在同等能力附近很难再找到成本更低的选择。比能力更亮眼的是费用。Reuters 援引 Artificial Analysis 的测算称 ，V4 Flash 完成一项 Intelligence Index 评测任务，平均调用成本约为0.03美元。Kimi K3 是0.86美元 ，GPT 5.6 Soul 是1.86美元 ，Cloud Fable 5是3.15美元。这里需要补充一句，0.03美元是整套评测总成本除以任务数得到的平均值，并不是任何真实工作都只花3美分。Intelligence Index 的50分也不是100%能力，更不表示模型可以完成50%的真实任务。即使加上这些限制，几种模型的成本差距仍然很明显。为什么模型价格在这个阶段突然变得这么重要？一个直接原因是 Agent 的出现。过去以聊天机器人为主的使用方式很简单，用户问一次，模型回答一次，再根据回答继续追问，直到这轮对话结束。Agent 的工作方式不同，它需要读文件、搜索资料、创建或修改代码、运行命令、检查结果，发现失败以后再查原因并调整。如果用过 Cloud Code 或 Codex 搭网站、开发小工具，就会看到有些任务会连续执行10几轮甚至几十轮工具调用。模型每走一步都要重新读取一部分上下文，还会产生新的中间结果。多个 agent 并行工作时 ，token 消耗还会继续增加。可以看到 ，token 的价格直接决定了每项工作的生产成本。一个模型偶尔回答得更好，不代表它适合在后台连续运行几个小时。任务一旦变长，价格会决定能否保留更多上下文，能否允许模型多试几次，能否同时启动多个执行 agent， 也会决定一些小事值得手动处理，还是交给 AI 自动完成。也许你还记得，在 OpenClaw 刚刚兴起的时候，有人一夜之间就烧掉了上千美元。而当 token 足够便宜的时候，使用者就不必只让 AI 检查最关键的文件，它可以扫描整个项目，自行运行测试，发现失败后继续调整。资料整理、测试补全、文件扫描和后台巡检等工作也更适合交给常驻 agent。在这种结构里，最强的旗舰模型可以负责难题、高失败成本工作和最终复核。V4 Flash 这样的低成本模型则承担大量日常执行任务，它未必是能力最强的模型，但可能成为许多任务首先调用的模型。截至2026年8月5日 ，DeepSeek 第一方 API 对 V4 Flash 的价格是每100万输入 token 0.14美元，输出 token 0.28美元。缓存命中的输入只需0.0028美元。它支持100万上下文、工具调用和 Responses API。兼容 Responses API 意味着许多现有 Agent 工作流更换底层模型时，需要改动的部分会少一些。接下来讲讲 V4 Flash 为什么又便宜又能干活。根据公开技术文档 ，V4 Flash 有2840亿总参数，每次生成 token 时，实际激活约130亿参数。这个设计叫混合专家模型，也就是 MoE， 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很大的专家库。每次处理问题时，只让少数相关专家参与，模型保留了较大的知识容量，推理时又不用让全部参数同时计算。它还使用了针对超长上下文设计的混合注意力。普通模型处理很长的材料时，需要在大量历史内容上反复计算。V4 的做法更像先压缩材料，再寻找重点，同时保留一条覆盖全局的通道。它减少的是阅读长材料时的计算量和缓存空间，并不是让模型只记关键词。0731版本还带有 DSpark 推测解码模块，它会先猜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几个 token， 再由主模型批量核对，猜对的部分可以直接采用，从而减少逐字等待的时间。这个机制主要改善生成速度，不会把一个原本不会解决的问题变成会解决。更大的能力提升来自后训练。DeepSeek 的模型卡说明0731与预览版保持相同的模型结构，重点加强了代码和 agent 能力。预训练解决模型储备了多少知识，后训练则让模型练习怎样把知识用于具体任务，包括选择工具、填写参数、根据执行结果继续工作，以及在任务没有完成时不要过早停下。模型之外还有 Harness， 可以把 Harness 理解成 Agent 的工作台。工作台把文件、终端、搜索、
测试结果和任务状态交给模型，也规定模型怎样调用工具，怎样收到反馈，什么时候继续，什么时候结束。同一个模型换一套工作台，表现可能差很多。V4 Flash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它的0731权重已经在 Hugging Face 发布 ，X 上也陆续有人晒出 V4 Flash 运行在自己大内存设备的图片。本地运行的主要价值是控制权，敏感代码和文档不必离开设备，也不受公共 API 的并发限制。开发者还可以固定模型版本、运行环境和更新节奏。但是客观来说 ，DeepSeek API 本身已经很便宜，只为节省调用费，购买高内存设备，再承担电费、维护和量化调试，对多数个人用户未必划算。模型路由 Model Router 的研究，也让不同模型的混合使用有了理论依据。当模型价格相差数十倍，所有任务固定使用同一个模型会越来越不经济。低成本模型可以处理大部分日常工作，遇到失败、高风险或高失败成本任务时，再升级到更强模型。最终复核也可以单独交给旗舰模型。Router 和 Harness 不是同一个东西。Harness 负责让 Agent 工作，管理上下文、工具、权限、任务状态、测试和重试。Router 只负责决定这一步由哪个模型执行。Router 可以成为 Harness 里的一个模块，也可以放在外部的 Model Gateway， 也就是统一的模型入口。如果这种架构逐渐成熟 ，Agent 产品需要决定什么时候使用本地模型，什么时候走云端，什么时候升级到旗舰模型，失败多少次以后停止，以及哪些数据不能离开设备。默认模型承担最大的工作量，旗舰模型处理最难、最贵的例外任务。最后总结一下 ，V4 Flash 0731把已经相当高的 Agent 能力压到很低的调用价格，又用开放权重把同一模型带到了本地工作站。这两件事放在一起，会改变我们使用 AI 时的基本计算。过去，使用者会判断一个问题值不值得调用 AI， 价格继续下降以后，越来越多任务会默认包含模型调用。Agent 可以留在后台整理资料、检查代码、运行测试和处理重复工作，遇到难题再请求更强模型。AI 正在从等待人发问的助手变成软件工作流中的常驻执行层。最强模型仍然重要，但高价需要更清楚的理由。它要证明多出来的能力可以减少失败、缩短时间或避免昂贵错误。V4 Flash 这样的模型则要证明它在大量普通任务上足够稳定，低价和本地运行没有被返工成本抵消。下一阶段的模型竞争还要看每一美元能够完成多少工作，更大的调用量会流向足够好、足够便宜、接入方便，又能在需要时留在本地的模型。谁占据默认调用位置，谁就更接近 AI 日常工作的底层。谢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